天气炎热，放个冰盆好解暑。月儿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岛主，岛主，岛主，我是苏糖啊。抱歉，我一时眼花。岛主，六殿下明日就到了，圣上收宴的菜品名录是否还需要调整？自是体大。等批复之后，我让诸位掌膳前来上阙。最近公务繁忙，你辛苦了。以后这种小事，就让其他人来做吧。谢岛主体谅。你的辞呈文书我已经加盖公印，等寿宴结束之后，你可自由交付朝廷，奏请卸任。好，我会好好的完成最后的任务。您和杜上司先聊，属下就不打扰了。苏糖，我正想找你。找我做什么？来和我道别吗？不，我明白。如今这华间阁，再没有值得杜上司留恋的人。杜上司若是想离开，也是很正常的事。不是因为这个。考南出神，然后走仕途，那是父亲对我的寄望，却非我所想。我现在想通了，遵从自己的心意，辞官外出，寻访全天下的美食。这个决定和月儿无关。我明白了。既然杜上司已经想清楚，那就祝杜上司一帆风顺。偶尔想家了，记得回来看看。其实我想，江妈妈，哎，您怎么了？没想到圣上派来的先行特使竟然是六殿下宋燕。是六殿下有什么奇怪的吗？我记得六殿下年幼之时，便送往边境做了质子。他这次怎么会奉王命来到这里？您还知道这个事儿呢？啊，当时六殿下送往边境小国的时候，刚好公主离开宫里嫁来花间岛，两件事时候差不多，所以老身记得。哦，咱们南襄国越发强盛，那些边境小国也不敢留质子。4年前，便把质子送回了京城。这位六殿下心内还是挺曲折的，也不知道他性情如何。杜若，你之前在京城被封南厨神的时候，可曾有见过他？不曾相见，只听闻他在朝堂很是得势，大家要谨慎招待。是要谨慎。哦，哎，他们来了。玉峰，
恭迎六殿下。诸位，免礼吧。谢六殿下。是他。宋公子，原来你是……诸位别来无恙啊！六殿下，请。客气。先前刻意隐藏身份，这次又大张旗鼓的回来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宣圣上旨意，花间岛人杰地灵，佳肴美善闻名天下。朕欲待60寿辰之际，亲临花间岛，现令6皇子宋晏为先行特使，安排寿辰之事。花间岛岛主花一男挑选花间名厨，承办寿宴。御史上司杜若协同准备，钦此。臣花一男杜若接旨。免礼吧。谢六殿下。谢六殿下。想必你们也提前收到了消息，父皇首次离宫，就选择了你们花间岛。足以见他对你们予以厚望。这可真是天大的荣耀。花一男定不负圣上所托。殿下，先前我们不知道您的身份，疏于招待，还望您海涵。大小姐不必挂在心上。之前我微服前来，也是替父皇打探花间阁的情况，甄选寿辰之地。虽然中间有些波折，但也算是一场有趣的经历。我们上一次见面，恰逢您突然重疾，卧病在床。本以为您会休养几日再离去，没想到过几日去客栈，你已经离去了。店小二说连行李都没带，不知是何事让殿下您走得这么着急。父皇急诏，所以没来得及跟花岛主辞行。原来如此。不过我有一事好奇，不知殿下那一日离岛是乘的哪一艘船？我派人问过众船家，那几日没有一艘船去京城。不过就是一艘船，我家殿下哪里会记得？玉峰，花岛主是心细之人，他也是好意关心我嘛。的确，那几日岛内无船回京城，所以便随了来往的商船离开了。
怎么今日不见岛主夫人呢？我还特地的为她准备了一份礼物呢。啊，哈哈哈。回殿下，其实月儿2年前就……月儿，没想到月儿她竟然……花岛主，节哀。都过去了，府内已经为殿下备好宴席，专门为殿下接风洗尘。在这儿吃。嗯。我还是比较喜欢花间阁的氛围。秦卓，属下在。准备一下，去花间阁。是。哎，等等，这个时辰，花间阁应该人比较多，派人去清场。今日花间阁只招待6殿下。不必先行知会，免得他们提前准备。我还是比较喜欢平日里的花间阁。走，那边的闹翻了，快去看看！哎，他在那边呢！哎，快！这花间阁门口怎么围了这么多人？哎，什么情况啊？花间阁有大麻烦了！听说啊，那京城来的小姑娘着实厉害，独身一人替管花间阁的众长善，竟然大获全胜了。听说这会儿呀要摘牌匾了，咱俩也去看热闹去。是吗？走，咱们进去看看。什么？摘牌匾？走。让你让开，听见没有？不要摘，停下来！喂，都别动手了！就是啊，过去，真有点动，别乱动花间阁，不敢乱动。拉起来！都给我住手！花间阁也不过如此，真是没什么挑战性。我们花间阁书社上赞誉，长善的个个才艺顶尖，不过让你侥幸赢了罢了。若真像你说的那般，我倒是不介意再跟他们比一场。少安有善，的确是我们技不如人，敢问姑娘尊姓大名？本姑娘江湖人称小厨仙汤莹莹。这个小厨仙是什么来的？他呀，师承隐士御厨金掌勺，3个月之前才出生，谥号踢狗，踢遍京城无敌手，一时名声大噪，得了个小厨仙的称号。金掌勺，月儿的母亲也是师承金掌勺。花岛主，六殿下对这个小厨仙很是了解。按照规矩，既然你们主动认输，那这花间阁的牌匾就应该交由我来处置。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输了要把牌匾摘下。小厨仙，你莫要欺人太甚。现在才耍赖，晚了。今天这牌匾我摘定了。扶梯子，你敢？都跑开！你们愣着干嘛？赶紧把他拉下来！不能摘啊！这个东西不能摘的。这么多年，我第一次看
看到花间阁这么吃瘪啊？花间岛这么多掌上明珠，输了一个小姑娘，说出去都让人耻笑。一男，你还不赶快上去制止，想让殿下看我多久笑话？不能站！下来啊！下来！下来！快下来！下来！不能站啊！不能站！这条路走了好久好久，错过几道风景线和秋，容颜变，发丝到无处停泊，流浪在远方的锁。我们不说话，也不讲究，打上一段独木桥腐朽，伤人泪，呼吸就喝。多谢公子相救。岛主，你总算来了。你是岛主吗？没什么好看的，散了，都散了。姑娘，你的眉眼和我一位故人非常相似，可否摘下面纱，让我一睹真容？堂堂一岛之主，搭话的方式倒是挺老套的。我听闻这花间阁是你开的，难道岛主今日前来是来阻止我摘匾的吗？莹莹，休得无礼。殿下，原来你们认识啊？原来二位是一起来的花间岛。莹莹是我在民间的私交好友，她痴迷厨艺，我很欣赏她的才艺，便想着趁这次督办寿宴之机，带她来花间阁观摩一下。最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她长得实在太像。哼，唉。您说什么？莹莹啊，才分开多久啊，就跑出去给我惹麻烦？这怎么叫惹麻烦呢？我想长长见识，自然是去名声最大的电梯馆。是他们自己没本事守住牌匾，怨不得我。此女蛮横好胜，只有姿态和身形与玉儿相似。莹莹姑娘，若你踢馆只为相互切磋，为何要摘匾辱人啊？你又是何人？在下御史上司杜若。杜若，你是南厨神杜若？不知你可否有空跟我比试比试？你若是输了，便写一封告示昭告天下，你南厨神杜若不敌我小厨仙汤饮，以后见到本姑奶奶就绕道走，如何？殿下，您这位朋友可真是有性格。唉，本来想让你们认识一下，没想到闹成这样。莹莹，在花间阁寻衅闹事是你不对，我也偏袒不了你。玉峰，殿下，把汤莹莹给我带出去，鞭刑20。是。等等，莹莹姑娘没有犯什么大错，不至于鞭刑。小事化无，就算了吧。听见没，莹莹？
花岛主在为你求情，鞭刑可免，自己好好反省吧。是，殿下。妍妍，上去，跟花岛主道个歉。你们击掌言和，日后好好相处。是。花岛主。击掌吧。莹莹姑娘，你是第一次来花间阁吗？我第一次来。我们是第一次相见吗？当然。管事的好色厨子们无能，花间阁有什么资格给皇上办寿？莹莹，小厨仙虽然厨艺一流，但我们花间阁也并非浪得虚名。殿下放心，寿宴定会让殿下满意。好，今天也折腾了一日，本皇子累了。岛主府已经为殿下准备了下榻之处。莹莹姑娘，我们也特地为你准备了房间。殿下，您今日还没有用膳呢。随便送一些菜到房间吧。都散了吧。今日未能让殿下尽兴，明日我将在花间阁设宴，为殿下接风洗尘。岛主，杜上司，这是今日踢馆时最后一道比试菜品了。宝塔肉，左边这盘是花间阁王掌膳所烹饪，右边这盘是小厨仙所烹饪。如果味道上不能拉开差距的话，单看品相，便是小厨仙赢了。的确，宝塔肉极考刀工。首先，要将一块方形的五花肉切成长长的一片。在肉片不断的情况下卷成层层宝塔。王掌膳在花间阁也算是顶尖刀工了，他这道宝塔肉有15层，而小厨仙的足足有18层。杜若，你之前有见过月儿做的宝塔肉吗？见过，月儿的刀工出神入化，但与这小厨仙相比，恐怕也略逊一筹。味道和月儿做的相比，有何不同？味道相同，但有些出入。你下去吧。是。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，但这小厨仙和月儿，无论是从性格还是厨艺，都有些出入。性格可以伪装，厨艺以月儿的天赋，苦练2年，精进到这种程度也不成问题。你刚也说了，这道菜的味道和月儿做的很是相近。月儿的厨艺基础是跟云姨学的，云姨师从金掌勺，和小厨仙是同一个师傅。所以小厨仙和月儿的菜味道相同很正常。不对，这事情
着实有些蹊跷。气死我了！大小姐，您消消气。这个小厨仙着实可恨，当着六殿下的面把咱们花间阁踩在脚下。只希望六殿下千万别因为这个事儿低估我们花间阁的实力才好。只怕是他们串通好的。那没有任何理由啊。六殿下此次前来身负王命，他当然希望我们花间阁能把寿宴做好，哄得圣上高兴。定是那个小厨仙，他在京城名气虽大，但只是一介民间厨娘，根本没有办法参加圣上的寿宴。于是对我们花间阁心生嫉妒，踢馆卖弄。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至于六殿下和小厨仙，您和岛主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啊。江妈妈，我怎么觉得您对六殿下格外关注啊？总之，老奴的话您一定要记下，都是为了你们好啊。哎呀，您放心吧，肯定不会出错，不会出差池的。前尘旧事，大小姐和岛主皆不知晓。要是把往日的秘密和盘托出，只怕惹辱公主在大小姐和岛主心中的形象。可要是不说，万一六殿下此行真是别有用心，唉，要怎么解决才好？今天的戏演得不错，你已经成功吸引到花一男的注意了。今日我从梯子上摔下去时，花一男喊了我一声“月儿”，姑娘只露了一双眼睛，他就看出来了。殿下请的神医果真是妙手。为了替你改换面容，我可是花了大功夫的。就算现在真正的陆月儿复活站在你身旁，也没有人可以把你们分辨得出。为了变成陆月儿，我连自己真实的容貌都不记得了。更改面容这种事情极为危险，过程中出现意外也是难免。你只是失去记忆，活下来也是万幸。妍妍，本皇子不会让你白白受苦。等这件事情告一段落，本皇子会把你封为我的王妃。莹，怎么了？莹，药。莹，好点啊。来，起来。现在还疼吗？好些了，殿下。好，还请殿下准许我先回去休息。好，快去。来，谢殿下。主上，这木林锥
还要多久才能修复好？这2年已经修复大半，只需1月，便可大功告成了。1月？控制莹莹的药丸已经不多了，我就给你7天。这小的灵力低微，要7天修好木灵锥，恐怕丧尽毕生修为呀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让莹莹赶紧取回花艺男体内的7叶蒲罗，待我拿回灵力，恢复蛟龙之身，便能唤醒小龙。在此之前，一旦莹莹不受控制恢复月儿的意识，我们便前功尽弃了。是。在那之前，我便陪他们好好玩一场，解决掉金氏和花艺男的宿命仇怨。